他误以为合租同伴会是那张照片中的佳丽，名为世熙，想必是温柔的女生。然而真正的房东却是那个留着长发的男子。他们的作息时间天差地别，居住同一屋檐下，却如同云泥。只有那只小猫知晓一切，它在主人间往返，逆着时差生活。这日志浩打扮入时去赴公司宴，那位小奶狗四总理为他保留旁坐。同事们揶揄他们暧昧不过世戏，他却冷淡回应，他不过如同兄弟。男子露出受伤的神情，半开玩笑地说，别逼我开始追你。餐后二人在走廊里交谈，气氛一度变得温暖。志浩以紧张为由，借口外出散步，内心却沉醉于即将被告白的幻想。突然，旁边的球赛声吸引了他的目光，身为球迷，他立刻投入其中。男子也慷慨地与他分享比赛情况。随即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志浩回头，是同事，他羞怯不已，让旁人误以为他的男朋友。转头一看，那男子已有伴，手机中传来阿森纳胜利的欢声，他却失去了告白的机会。志浩假装镇定，回到宴会告一段落之后，心不在焉地走向公交站，偶遇那位球赛男子。为避免尴尬，他匆忙转身，志浩却开口叫住了他，听他解释，除工作外鲜少外出，未来不会再有相遇的机会。他的尴尬得到了暂时的缓解，想到不再相见，30年未曾涉足恋爱的他，竟冲动地拥抱并吻了他。志浩为自己的大胆自豪，直到坐上公交车离开。留那男子在原地惊愕万分。志浩回到合租屋，仍旧忙碌于家务和照顾宠物，每日与房东擦肩而过，早晚不见，成了命中注定的邻居。但在接下来的周末，两人在电梯里不期而遇，尴尬的想用脚趾头抠出一间3室1厅。等男人走出去后，他慌忙关上电梯，站在里面思考，怎么会在这里遇到他？思索片刻，还是回家最为安全，飞奔回家，关上门后才发现房东姐姐也已回到家中。社交尴尬瞬间，志浩慌忙逃开。房东姐姐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接通电话，意外发现男人是室友，误会解开，原以为对方是同性，尴尬的解释一时冲动所致，以为一别两宽，永不相见。男人回应那是趁人不备的攻击，随即回房反锁了门。次日一早，接到同事的电话，晋升为导演，邀请他编剧，尴尬难免，但为了弟弟的房子，撸起袖子投入到工作中。家务成了寻找灵感的方式，家中每个角落都井井有条，新剧本也得以顺利完成。男人发现家里焕然一新，厨房干净的如同未曾使用，连玻璃都擦得闪闪发亮。他统计了志浩的表现，合租者中得分历史最高 4.7， 唯一的问题，志浩是女性，解释说那只是一时冲动。男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志浩幸运地继续留下，下班后两人一起喝酒看球。但好景不长，事情突变，男人母亲突然来访，得知志浩非女友，老人急了，无奈之下，志浩搬至工作室。工作室狭小且不舒适，自己剧本被改得认不出，据理力争，却遭人误解，收到短信威胁，不道歉就开除。导演醉酒，责备他一意孤行，甚至借酒发疯。志浩急忙逃离，未及换衣，想求助，却又不想暴露困境，来到自己辛苦买的房前，听到弟弟和嫂子的欢笑声止步了，正巧遇到了正散步的房东。志浩孤身步行于昏暗的隧道中，通道阴沉而看不见尽头，仿佛映照着他的人生旅程。不自觉的，他已站在合租屋下，两人共饮啤酒，观看球赛。这回男人率先开口，志浩的三观几近崩溃，他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，男人却示意他不必太在意，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即可。紧接着响起了清晰的锁门声，志浩感到了极度的羞辱，随即设定了清晨5点的闹钟。他决定赶早晨第一班车离开。早上，男人被吵醒，致电物业投诉，但回应却是今日无人装修。男人挂掉电话，直奔志浩房间，毅然推门而入。说完，男人就去上班了，发现原来是熟睡的女子误造出那装修般的声响。拿起手机一瞧，本应离开的他仍在这里，只有猫咪陪伴着那嘈杂声。闹钟终于响起，志浩以为到了清晨5点，感慨2小时睡眠出奇的充实。见猫咪锁时，他感到困惑。此时男人下班归来，志浩急忙表示即将搭车离去，男人却好奇是否误解了车次。志浩心中的平静荡然无存。他昨晚提出结婚，今早却说让他晚点离开，究竟有何深意？对于一个几乎未眠的人，真的需要这样无理吗？志浩尴尬地低下了头。恰在此刻，肚子饥饿难耐，男人体贴地提出共享泡面，并将更多的分量让给他。志浩奇特的思维让男人感到惊异，他严肃地澄清，这并非情感喜好，多给泡面仅因他食量大，提婚是因他最合适，既能做家务又能喂猫，而他恰需稳定的房租收入。志浩仍不解以房子为婚姻理由，坚决再次拒绝了婚姻提案。导演和编剧也附和着说原谅了，只想快速存够搬家和租金。志浩与编剧释怀旧怨，携手拜访导演讨论剧情。意外的同事也在场，他解释说只是酒后失态，企图淡化曾骚扰的行为，并劝志浩宽容对待。志浩对此行为极为反感，决定辞职远离这一切。与男人告别之后，
志浩启程回故乡，注视着划痕累累的行李箱，似乎映射出自己的伤痕。在空虚与无助中，男人的身影出现，原来是追来归还剧本。目送男人逐渐远去，脑海中突现求婚的念头。弟弟兴奋地向父母报喜。饭桌上，男人成了观赏的焦点，紧张至极，只能默默饮水。男人忆起志浩的嘱咐，第一杯酒必须一口干，于是痛快地一饮而尽。未来岳父满意的提问，男人准备好的答案流畅而自信。见到父亲的独白是兴奋，志浩感到气氛正好。母亲意识到男人是室友，父亲则感到难以置信，突然激动起来，大声训斥，威胁要剃光他的头发并禁闭。男人见状忙于澄清，但解释愈发使情况恶化。激怒的父亲似乎要出手，志浩急中生智拦下，展示手机上的信息。突然想起曾学的逢场作戏，回到首尔的他，整个旅程沉默不语。志浩解释不跪就无望，庆幸父亲最终接受了婚事。男人心中却有所不忿，是谁提出的十指不沾泥水？现实中却难以为继。志浩出访男方家庭，紧张的不知所措，所幸对方母亲颇为温和，放松了许多。沾沾自喜时，以为对方父亲也易相处。饭桌前更是心跳加速，父子二人默默用餐。父亲突然询问结婚缘由，有饭吃有处睡便是幸福，房租减免50元，感受到了生活的安宁，无需再承受相亲的压力。50元换得心灵的宁静，决定不举行婚礼。家庭经济状况也表示理解。父母见面日的紧张气氛，母亲脸上的不悦，夸赞女儿的贤淑，与现代孩子迥异。筷子被他放下，周围一片尴尬沉默。母亲的心思让人困惑，她回来的气息透着酒意，竟听到他争取举办婚礼，埋怨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。家中父亲的怒斥不断，母亲首次强烈回应，全家人惊讶的相望。弟弟的话让人深思，无人能懂母心深处。母亲的愿望被忽视，自己曾对婚礼的看法，他的想法被认为矛盾。面对作家梦想的质疑，反击却显得脆弱，现实使他变得圆滑。母亲不愿他仅此而已，梦想不应被遗弃，梦想的重要性。愤怒地谴责父亲的决定，仅仅为了炫耀。经过反思后的决定，在公交车上是否需要准备纸巾？假结婚何须流泪？况且不是真爱所在。然而一读母亲巧传的信件，潸然泪下，无法自已。婚宴空缺新娘引，世袭归途中寻觅，只见志浩弃坐街头，情绪崩溃。他下意识展信纸，世袭俯瞰泪洒的志浩，身形缓缓蹲至地平，忽觉这婚约背后藏情深，情感悄悄萌动志浩心。他执新娘之手，缓步步入仪式，虽因居所而嫁，满心却怀期望。后台母亲寻新郎私语，世袭趁机回应书信所盼，坦言所见志浩聪慧且坚定，无论写作或婚姻，皆是他的决断。夫妻名存，便默契支持不干预。虽无誓言保幸福，母幸女儿婚配吉人。隐匿之志浩亦为情触动，宴毕，双亲依恋不舍分离。弟媳牵志浩，夸赞其夫吸引力，志浩不禁自豪心生。候车间，目不转睛注视世袭，新娘备早餐丰盛，丈夫仅抿一咖啡便匆匆出门。丈夫沉默不语，志浩心沉谷底。夫君却提相伴用餐，志浩满脸的失落，他顿时欢喜若狂，盼望中目送他尝自己烹饪。男人赞美之语，他喜出望外。志浩与密友分享与夫共餐喜悦，闺蜜调侃寻新郎魅力时刻，志浩不觉已对假夫心动，腼腆之态引闺蜜戏谑。志浩窘迫提前离去寻兼职，年岁之大，频频遭拒。经过咖啡店，念头一定，志浩误将扶男当犬，穿梭巷弄每一隅，连垃圾堆也不放过。英俊男生搭讪来，志浩解释搜寻名扶男之犬。男子含笑掏出手机，请志浩留号，承诺发现即联系。男子离去，志浩方恍然大悟。志浩踏入咖啡馆，听闻扶男归来，谨准留下简历，然后归家带音讯。归途中，丈夫的上司热情召唤至公司，然而丈夫对她的抵达并不欢心。同事们围绕志浩热络交谈，他却面露冷漠，不肯示好。尽管如此，志浩心中仍喜悦满意。她盼与丈夫同返，共享归途温馨。男人的面孔却仍是冷漠之色，直至二人抵家，志浩急忙拥抱爱猫，男人面色更显难堪。志浩沉醉于幸福的独语之中，男人仍旧沉默不语。再次问及之时，男人直言他已越界，对猫命名，擅至公司均使他不悦，并要求今后谨守房东房客之礼。志浩未料自己深情竟遭拒绝，我们一词并非承诺相爱。悲伤中，他弃置猫项圈，一晨仅备自己的早餐，连男人的餐具亦一并收回。志浩的心扉再度关闭，冰封于自我围墙之内。有人悄然起身，知趣的离去。手机铃声响起，志浩猜想非狗莫属，谁料扶男竟是眼前的俊美男士。志浩愕然未定，却遭遇狗儿摸头杀，不聘你，我便辞职。他豪言，志浩因此获得一份兼职工作。他疑惑之际，扶男调皮戴上头盔，二人详车于送餐点，偶遇志浩丈夫。送完外卖再告诉你原因。志浩面露惊异，成亲虽无男友，然他已是人妻。志浩心中泛起被撩之感，不知丈夫已在同事群中目睹了这一幕。夜归之男人带着郁郁寡欢。白日里，他见他骑他人摩托的身影，
志浩一想到福南，便满面生光的提及，男人却冷言斥责，称他过于亲昵。志浩拦住即将离去的男人，以为会得到关怀的志浩再度感受到希望的熄灭。次日复职的途中，志浩曾想邀约男人同去喝咖啡，然想到他的界限，话语又咽回肚内。下车时偶遇福南，心情马上晴朗，而男人眼神复杂，心情难以平复。福南在餐厅注意到志浩头发不断滑落，便取出发绳，温柔为他束发。志浩迷惑不解，这是调情还是纯闹？知情后，闺蜜宣言要来教训福南，却一见本人，瞬间变成痴迷的样子，简直到了快要流口水的地步。午休时，男人带同事来放松，因房贷紧张，仅点咖啡。福南慷慨送上免费甜点，戏称房奴实为哀情，这让男人颇感不快，以程序员的逻辑反驳，令福南脸色难看。同事们察觉福南对志浩有情，也看出男人的嫉妒。下班后，男人拒绝搭便车，选择与志浩同乘公交。但他抵达车站时，未见志浩等候，楼下却遇上正要离开的福南。妻子被小奶狗缠绕，丈夫却默默注视。回家处理邮件时，却发现小奶狗被拉黑，理由是骚扰。怀中，妻子正抱着小奶狗赠的书。男人告志浩明日不必上班，带猫看医。志浩虽疑惑，仍答应了此事。这是男人首次主动靠近，所以当他提供打车卡时，志浩贴心选择公交，节省他的开支。看着男人抚摸猫咪的温柔，志浩心碎，感觉不如一只猫，却未曾想到男人实是有所图谋。同行调查，揭秘福南之谜。男子眼中闪过疑云，工具还是武器？踏出咖啡馆的瞬间，同事戏谑，摩托价值连城。男子暗自决定撤退，却被同事一绊，失去平衡，如铅坠地，直向摩托倾倒。关键时分，男子急回手，身体急转180度旋风，侧身拼力躲避疾风骤雨，险过一劫，保住价值月薪的后劲。男子刚舒口气，危机又起，几乎与摩托拥抱。突然想起房贷，潜能爆发，逃离厄运。摩托安然，人却已伤。医生问及事故原因，摩托静止，人却伤痕累累。志浩不解如此荒唐，男子自嘲，自愈成本低于修摩托。见机，男子劝离咖啡馆。志浩误解，误会声波，怒斥避嫌，辞职不可轻言。男子沉默。福南是为民，背后暗自解决。志浩安心，犯罪连环，少女再现危机。可同事调查后发现，男子急切，电话中的关切，催促归途，强调公交安全。福南却再度出现，志浩心痛，痛入骨髓。摩托扬尘，二人远去，话筒传来警讯，扳手成了关键。公交站留影，手机落寞无主。山巅之上，福南得知心愿，婚姻无可替代。他人无权插言。福南面露寒霜，从包内抽出扳手，脸上露出凶狠之色，向志浩走去。一只强有力的手紧紧拉住他，是丈夫按照契约赶来营救。世熙正断福南的阻拦，用力踢碎了昂贵的后视镜。趁着福南心痛摩托车之时，世熙悠然步向志浩。志浩此刻深信爱情存在，随世熙一同离开了山巅，走过2小时山路，直到安然抵家，依旧紧握着手。晚上观看阿森纳夺胜，共同庆祝。约定期间不再划定彼此界限。次日携手乘公交前往工作，目睹绑匪被成功擒获的新闻播报，两人心中为福南感到不幸。抵达公司后，世熙夸耀自己处理得当，为施暴仅破坏了一辆车。旁听的同事惊讶的下巴都掉了，紧接着展示了真正凶手的照片，解释是他冒用福南的形象注册账户，用以发布帅照诱女生，实施暴行。而福南不过是一位无辜的市民。另一方面，志浩到达咖啡馆，见到福南一脸困惑，明明应该在监狱的人，却在此享用面包。他轻步走到社长旁边，低声告知福南是个跟踪狂，随后拿起电话准备报警。两人在确认真相后感到慌乱，原来福南是因听到公交上的对话，得知假夫妻事宜。之后在婚礼现场，服务员再次确认了他们的契约情况，两人终于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仍对携带扳手的目的感到疑惑，掩饰自己只为打开饼干瓶而已。福南并未要求世熙承担所有费用，只需换上一面新的后视镜，志浩仍可在咖啡店保持工作。经历这事后，志浩对世熙的爱意加深，只需他在旁，就如孩童般的快乐。临入睡前，与闺蜜群内炫耀，自豪地宣称找到了真命天子。但所谓的天子，此时正在从杂物箱中翻找结婚证，证上清晰地标记着他与另一女子的名字。婆婆未敲门，便直接输入密码闯入，不顾新婚伉俪的隐私。男人问为何不先行告知，他却说儿子家当然是想来就来，接着就转头吩咐志浩收拾小菜。男人想帮忙，他立刻阻止。志浩笑着将小菜整理好，刚坐下，婆婆就端来了水果。客套的问儿媳爱不爱吃，实则暗示他给娘俩削苹果。男人略显生疏，婆婆连忙抢了过来，志浩心领神会的接了过去。这时闺蜜发来催促信息，男人打圆场让她收拾出门，别误了重要的约会。婆婆这才意犹未尽的放她走。然而还没过1小时，志浩就接到婆婆的电话，
让去家里准备祭祀的食物。志浩刚进门，婆婆就拿来了围裙，一听叫自己女儿，志浩开心的询问该做什么，婆婆便毫无保留全扔给他。志浩就这么一直站着干活，腰酸脖子痛也没能搁一会儿。姑姑一家却舒服的坐着休息，婆婆嘴上夸着好，却将活都甩给他。姑姑还让他煎碗饼去擦瓷器，完全不给喘气的机会。好在男人不放心，他特意回来，祭祀完的一堆碗筷也抢着要帮忙刷。志浩终于感到一丝欣慰，然而婆婆却不乐意了。姑姑也说男人不该待厨房。回家路上，男人责怪志浩不该去，关键还不告诉自己一声。志浩所有的辛苦在这一刻失去了意义，大概自己也是犯了乖巧习病。男人却讲起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，说他只是为了得到认可。志浩对此感到很无语，因为是喜欢的人的家人，所以才这么一心讨好来着。伤心的转身回房间时，男人叫住了他，显然男人并未了解自己的心意。志浩失望地看着冰冷的信封，原来自始至终动心的只有他，他也只是一个能保证房租月收入的稳定房客，能维持他不婚还能处理好家务的假妻子。想到这里，志浩毅然决然地拨通电话。他是从不缺勤的工作狂，却突然在工作日内请假。世熙走过山路18弯，又经历了5次偏离导航路线，终于抵达了泡菜基地。岳母见到首尔女婿十分惊讶，大妈们也纷纷打趣，这女婿丑帅丑帅的。这时老丈人闻声赶来，硬拉着世熙回房间喝米酒。好在世熙并没忘和妻子的约定，坚持要亲自出去做泡菜。岳母及时出面解围，让世熙先去换上干活的衣服。下一秒，世熙就身着红裤子绿棉袄，戴着塑胶手套，帅气出场。然而世熙哪体会过腌100颗泡菜的震疑，只能被大妈们毫不留情的来回使唤。好在丈母娘疼女婿，给他安排了洗白菜的轻活，还贴心的示范了一遍。世熙似懂非懂，他先是轻轻拍了拍，然后捏住一小块挤了挤，看得一旁大妈直嫌弃，男人家怎么这样软绵绵的。世熙无奈使出了浑身力气，好不容易抽空活动下老腰，再伸展下酸痛的大长腿。大妈们却一脸坏笑。世熙听到岳母维护自己，一阵窃喜，起活就更加有动力了。可没一会儿又累得晕头转向，竟把刚接好的水直接泼掉了。他想坐下休息一会儿，地席却递上了捣蒜窝。世熙像个机器一样拼命的凿，不停的凿，使劲的凿，凿完又接着去生柴火，累到坐下就能瞬间睡着。可大妈们哪里会轻易放过他，故意喊他过去拧洗菜。旁的老丈人都惊呆了，这小伙子怕不是有啥大病。世熙毫无感情地涂着腌料，感觉下一秒就能睡在白菜盆里。可即便丈母娘来劝他休息，他也要坚持把剩下的活干完。在众多大妈的戏谑中，艰难地完成了任务。伴随着大爷们的轮番敬酒，世熙勉强一一应酬喝下，但老丈人又及时给他添满了杯子，自豪地夸耀女婿因深爱女儿而不远万里来帮忙。喜悦之下，大大爷又举瓶玉针，幸好小舅子机智介入，成了世熙脱离酒海苦难的救星。世熙坦言，若再饮一杯便会颓然倒地。然而那位顽皮的酒鬼大爷再次找上门来，三人不得不逃往海边以避酒命。弟媳体贴地建议他找志浩会面后再回来。接着，这对甜蜜的小夫妻手拉手欢快地离开了。世熙对他们的恩爱情景感到一阵羡慕。在海边见到志浩时，他兴奋地像个小孩一样向志浩奔跑。通过这次腌泡菜的经历，世熙领会了志浩独自面对婆家工作的感受。在夕阳映照的波光粼粼海面前，两人坦诚地敞开了彼此的心扉。终于，他不再压抑内心的悸动，澄清公交车站的亲密举动仅是淡淡之吻。志浩听着羞涩地起身欲走，却没想到世熙继续纠正细节。这一刻，世熙抛下过去的阴影，让自己的心自由地向志浩靠拢。离开岳母家时，大爷赶出来斟满一杯酒，坚决表示不喝光便不能离开。在回首尔的车上，志浩回想起那激烈的吻，心潮澎湃，感觉到所有恋爱的细胞都苏醒了。即便是回到房间和他分别，也满是依依不舍的情绪。临睡前，志浩反复浏览着世熙的照片，嘴角忍不住上扬着笑意。冲动之下，给世熙发了条信息，但很快他就后悔了这样愚蠢的提问。婚后深爱着丈夫的女人，连手拉手都感到无比幸福。然而买完冰激凌后，他却松开了手，沉浸在自己喜欢猫咪的原因里。志浩无法专心听着他的话，只想再次握住那只手。志浩随口说出喜欢蜗牛，因为他们天生就拥有自己的小屋。直男丈夫惊讶于这样新颖的解释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志浩手上的不安与期待。欢呼声随风传来，摊位上的热闹吸引眼球，他目光闪烁，跃跃欲试的模样显而易见。但志浩心里却掀起了另一番波澜。他的手一握，内心的防线荡然无存，心中的愿意如潮水般汹涌而至。男人的技艺虽粗糙，却掩不住他的热情。飞镖仿佛有意避开，气球安然无恙。志浩忍不住转过头，不忍直视这一幕，只能羞涩地躲到角落，不忍直视。他突然信心满满，猛力一投却又落空。那蜗牛布偶映入眼帘，勾起他的决心，即使向来节俭，也豁出去再试一回。志浩不忍心让金钱白白浪费，他接过飞镖，瞄准，
投掷，竟神准无比。周围的人群为他的表现齐声喝彩。墙上空白的一角让男人感到自己的不足。获得战利品后，他满心欢喜地将蜗牛递给志浩，还巧妙地送上了那份特别的礼物。志浩欲戴上耳钉，却苦于找不到耳洞。好心的路人帮忙解围，为他配上耳钉。他孤单地坐下，伤感笼罩了原先的座位。志浩走近，女人解释这里望天空最为清晰。志浩对这位女士产生了莫名的好感，却未曾知晓，她曾是丈夫心中的初恋，一段因阻力而未尽的旧爱。而自那刻起，他便关闭了心扉，不许爱情进入。男人凝视着前女友留下的字条，心如刀割。字条上的告诫逼他放弃在爱的权利，他甚至以为自己不再拥有爱人的资格，直到志浩的出现。甜美的模样让他的心再次软化。夜幕降临，道过晚安，却难掩心底的悸动。他决定跨过心房，出现在志浩的门前。志浩心中喜悦溢于言表，今夜注定非凡。他满怀期待。志浩期望自己能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大人。男人壮胆9下肚，意气风发地回到房间，晨光熹微。志浩依旧沉浸在梦乡，他在手机上搜寻制作爱心早餐的方法。男人悄悄关上门，快速浏览冰箱，挑选食材，细致地切割蔬菜，撒上香料，搅拌鸡蛋，翻炒间展现厨艺。精心制作的蛋包饭完成，悠长的呼噜声将志浩唤醒。空床让他想起昨夜，爱心早餐映入眼帘，志浩的心情顿时明媚，小心翼翼尝试一口，满怀期待的品尝。味道或许平凡，却让志浩感到温馨。工作中，福南传递一张卡片，是邀请他进行创作合作，回忆往昔的伤害。他痛心地将名片撕毁，直接丢弃。正巧被名片的发出者目睹，两人认出彼此。志浩内心挣扎，最终决定放弃机会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与男人讨论这件事。男人对名片露出惊讶，思考后鼓励志浩继续创作，坚持不让婚姻限制梦想。受到鼓励，志浩决定签约，表达了他饱含热情的创作愿望。代表立即表示支持。他的故事正是他们寻求的剧本，代表的直接和支持让志浩印象深刻。但他坚持在签约前解决过去的不愉快经历，代表见志浩紧张，才透露只是玩笑话。酒会上两人畅谈，志浩坦白未完全进入老人的内心，好奇询问代表的婚恋观。代表分享了一段深刻的过往，从恋爱到同居，育有孩子，却因家人反对而未婚。孩子的意外导致分离，两人开诚布公后，关系更进一步，畅饮至深夜。志浩需要在路边上厕所，离开后发现老公前来接送，喜悦溢于言表。两人之间有些窘迫的沉默，随即两人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。志浩立刻洞悉了事态的变化，面对过去的爱人，心中是否还存留感情？代表短暂的停顿后，尴尬的笑了。他意外提到送他回家时的偶遇，志浩坦诚，他也是那天才知道现任丈夫竟是未婚夫的旧爱。志浩释然的微笑，感情无法强求，更无法拥有，他愿意等待世熙放下过往，等他因爱自然而来。代表对志浩的豁达感到震撼，想起当初分手的情形，因受伤而诅咒世熙无权爱人，12年的痛苦似乎在此刻化解。他开始羡慕志浩早已理解的真理。接到司机的消息，志浩的诉讼案遇到了阻碍，原来是世熙得知后对那人进行了报复。代表难以置信世熙的举动，同时明白他已飞过去的自己。代表一回到办公室，世熙便来找他，他不希望他因往昔恩怨，在婚礼上曾承诺岳母，影响到志浩写作的事业，将全力支持志浩的梦想。临别前，代表询问男人是否曾真诚表白，自己从未如此坦诚过。爱之言只有从心发出，才能真正触及他人之心。男人陷入沉思，回顾前女友留下的字条，心中长存的诅咒遇到志浩后已逐渐消散。他拿出先前志浩丢弃的项圈给猫咪佩戴，准备表白。然而志浩并未察觉其心意，男人决定让志浩先开口，两人异口同声有话要讲。他注视着猫项圈上的我们，感情的表达终究慢于心意。男人无奈地取下项圈，突然回想起因父母反对而错过的爱人，悔恨缠绵12年，所以他鼓起勇气站在志浩的门前，听到志浩为了自己而哭泣，他的心一阵畏缩，退了回去。之后他独自一人酒醉如泥，他小心翼翼地脱下外套，叠放整齐，接下来是毛衣，同样叠得井然有序，然后缓缓解开衬衫的纽扣。志浩凝视着沉睡的他，心海波涛。此时的分离，只愿为未来的相聚铺路。可是婆婆对此并不理解，尽管志浩对离婚感到抱歉，但他相信真正神圣的应是爱情而非婚姻。正是因为对他日渐深沉的情感，他不愿仅作为治愈他心灵的慰藉，也不想只是调解家庭矛盾的中介。他渴望的是出于爱而结合的婚姻。归家后，志浩和他进行了最终的道别，两人共同宣布婚约的终结。志浩略感失落，收拾行囊准备告别。他望着手中的礼物，欲言又止，终究选择将其隐藏。与志浩握手，寄予祝福，目送志浩推门离开的背影，他试图恢复往日的宁静，却发现生活中总缺少了些什么，不自觉地走进了志浩的空房间，才发现他的影子早已刻在心底。看着猫咪脖上的项圈，
往昔情景涌现，他情不自禁，泪水纵横，每一段记忆都提醒着他的失去。直到离婚后，他才意识到对他的深爱。然而那些共同的日常，如今只能回味。他的一举一动虽然曾如此真切，现在却已远去。他无法承受这种撕裂的思念，更难以忍受一个人在没有志浩的家中生活。他用这座充满回忆的房子悼念逝去的爱情。与此同时，于是委托中介将房子卖掉。志浩向家人坦诚了离婚的事实。妈妈虽震惊，却未多做评价。妈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志浩，生活本是平淡无奇，只需珍惜那些美好的回忆，那些瞬间足以成为两人前行的力量。在疲惫厌倦的时候挺过去。志浩听懂了妈妈的话，也正是为了制造这些闪耀瞬间，他才选择了离婚。看着产房里疼爱弟媳的弟弟，吵吵闹闹却扶持着走过半生的父母，志浩重新解读了婚姻的含义。人生就像是球赛，上半场是契约婚姻，下半场他希望是爱情，而中场休息，他选择和失恋的闺蜜一起放松，随后住进青年旅馆享受生活。当回忆一幕幕涌上心头，思念已无法抑制时，志浩觉得是时候回到那个人的身边了。于是他去学了做蛋糕，将自己的心意全都融进蛋糕里，还特意做上了男人的小猫咪。志浩带着蛋糕来到世熙家，谁料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男。这才得知世熙已经将房子卖了。他打了无数个电话，却没人接听。志浩失魂落魄地回到闺蜜借住的乌塔房，本以为今天会是交往的第一天，却没想到与告白的对象失去联系。看着男人记录下关于两人的每一天，志浩才发现他想要制造的闪耀瞬间，其实已经真实的存在了。然而那个男人到底去了？这时闺蜜打来电话，弄丢的爱人像仙女一样神奇出现。男人一时间弄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，缓过神来询问志浩这段时间去哪了。男人被气得快要发疯，转眼就到了晚上，男人还是撒娇不起，直到志浩说想吃晚餐。露台上两人举杯庆祝交往第一天，上两人举桥庆祝交往第一天。男人请求成为志浩法律上的监护人，永远守在身边保护他，还保证不会让家庭伤害到两人的关系，去寻找两人觉得舒服的方式相处。志浩欣然点头同意。男人一改萎靡不振，回公司上班，公司上下都很震惊。然而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转眼登记结婚3年过去，两人也重新签订了结婚契约。租房合同上双方的名字共同烙印，房屋事务必须得到双方的共同认可，传统佳节各自归家，自在而轻松，省去了节令祭祀和泡菜烹制的烦恼。虽不循传统之常规，但这恰是两颗相爱之心的舒适之选。即使被视作异类的伴侣，他们依旧自主地书写着婚姻的篇章。